我被亲生父母扔到了深山老林里，还好老天有眼，我活了下来。而他们在我飞黄腾达后，却恬不知耻地来找我。我有一对极度重男轻女的亲生父母，家里有2个姐姐，我排名老3。在我刚学会蹒跚走路的时候，母亲怀上2胎，算命的说这胎是个男孩。家里的2间破茅屋终于有人继承了，于是父亲把我哄骗到深山老林里扔掉了。就在我快被冻死饿死的时候，一个疯子把我捡了回去，从此我被他当宝贝一样呵护。多年后，我摇身一变成了知名律所的金牌律师，可我的亲生父母却恬不知耻地找到了我，我反手就要以遗弃罪将他们告上法庭。4岁那年，母亲怀孕了，找人算着这胎是个男孩，父亲唤我过来，用最温柔的语气对我说：“小敏，我带你去买好吃的。”那时候天真的我认为，只要父亲有了小弟弟，他们就会开心。父亲带着我翻过长长的山头，冷风吹得我迷了眼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买好吃的路这么远，不知走了多久，父亲嘱咐我别动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我等啊等，太阳快落山了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山头上野兽叫声伴随着呼啸的风声，一阵阵包裹着我。我拼了命地往回跑，可是早已不记得来时的路。看到远处有影子晃动，我想着一定是野狗追上我了。我哇的一声哭出来了。影子慢慢走近，是个女人，她目光痴傻地看着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果子递给我。我又怕又饿，迟迟不敢接，她塞到我手里，拉着我踉跄着走。回到家里，一个男人抽着旱烟，冷眼瞧着我；2个女人，一个疯疯癫癫，一个狼狈不堪。2个人站在一起，心酸又好笑。你从哪弄个孩子回来？女人指指那边的山头，男人无可奈何，先给口饭吃吧。就这样，我被爹娘捡了回去。村里人开始渐渐地说起闲话。老宁家有个傻媳妇，又捡回来一个丫头片子，他们家是造了孽哟。他们2口子还年轻，以后要自己的娃不好吗？老宁婆娘傻的哟，哪里敢生，生下来怕也是个傻子。要我说，老宁才是会算计的。现在给口饭吃，养大彩礼就回本了。男人让我管他们叫爹娘。爹说，万一是走丢了，亲生父母找来，听见叫爹娘也总不至于太难看。等了1个多月，也没人寻。那一刻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，我被亲生父母扔掉了。都说老大疼老小娇，中间是个受气包。很不幸，我就是那个受气包。我以为只要听话懂事，不给他们惹麻烦，他们也会爱我一点的。可是我以为错了，爹话少得出奇，每天都很忙，有时候几天我都和他说上一句话。春天的时候，他要去帮人家犁地，一个人背着缰绳，把犁头插入厚厚的地下，将泥土翻转成整齐的田垄。我看着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，来来回回。秋收的季节，他要去帮别人家收谷子，扛玉米一袋子5毛钱，他每天要扛上几百袋。他一点点弯着腰，憋红了脸，把麻袋往肩上扛。有时候主家结算少个几毛钱，爹也不争辩，只是沉默着把钱接过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不懂得什么是委曲求全，只觉得爹的脾气真好。我的活也多，每天都要喂鸡、捡柴火、剥玉米、洗菜做饭、烧火热炕，还要洗衣服。爹的衣服满是泥巴，吃了水后沉得我拎起来都费劲。河边的水冬天冷得刺骨，手上不知道起了多少冻疮。娘每天不知道溜到哪里去玩，精神好的时候自己知道回来。那一天我寻遍各个山头，才找到流着口水躺在草垛的娘，冻得脸都紫了，不知道怎么睡着了。我拉着她的手飞快往回跑，娘，你能不能让人省点心？我都找了你一下午了，你再跑我就让爹把你锁上了。家里的锅里还煮着红薯。我心里着急，声音大得很，娘吓到了。她哆哆嗦嗦地掏出几个皱巴巴的果子递给我，我家小敏喜欢吃。瞬间我的眼睛一片潮湿，这是冬天，哪有什么果子，不过是树上未落的几个干巴的不成形的。从那以后我便带着娘，我干活的时候娘就在一旁看着，我有时候教她一把，她照做却干不成样子，我却很开心。有一天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亲生父母，生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抱着一个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娃娃，生父驮着她。我大喊了一声爸妈，他们回头看见我，掩饰不住的慌张，哪来的死孩子，瞎叫什么？我上前扒住自行车，还在奢望着能看一眼他们。爸妈，有了弟弟是不是来接我回去的？生父一下子将我推倒在地上，你认错人了。爹这时候从外面干活回来，他目睹一切，早已心知肚明。小敏，咱们回家。我1步3回头的跟着爹回到了家。后来听人说，亲生父母添了一个儿子，一家人喜不自胜，成天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碎了。大姐小学才毕业就辍学了，去了镇上一家服装厂，人还没有机器高，赚的钱都给弟弟买奶粉寄回去。那天正巧碰上他们，是因为弟弟病了，两人带着去镇上打针。突然想起我去年冬天发烧，快40度了，生母连一口水都懒得给我倒，直接将我推到屋外的雪地里。我哆嗦着，连路都走不稳，眼皮重得睁不开，滴声的呜咽被风雪吞没，猛地被雪一击，我大声尖叫，呼喊着求生母，妈，我冷，妈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吧。
他仿佛没听见一样，嘴里叨叨着吵，烦死了，不就是发烧吗？烧死算了，反正也是赔钱货，出去待会儿就退烧了。我苦笑不被爱，早就很明显，只是我明白的太晚。爹端了一碗饭，吃得飞快，他干了一天体力活，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。娘倒不是十足傻的，看见爹吃完了，马上接过碗添米饭。我把从外边井里打来的水往大缸里倒，大缸存满水供我们日常用度。我挑不动2桶，只能一桶一桶的拎着倒，每回都要来回10多次才能填满。爹招呼我过去，小敏过来，往后跟着我们行吗？那时候我还不明白，我明明已经跟着爹娘生活这么久了，为什么爹还问我这话？直到长大，我才知道爹给了我选择和足够的尊重。我想了想，觉得爹娘是好人，懵懂的点点头，不会饿着你的。爹满意的又吸溜了一口饭，也该上学了，今年都7岁了。我找了村干部，人家说上学得有个名字，小敏，你想想给自己起个名字吧。我那会还没有正经名字，我也从未想过爹娘能让我去上学，连大姐都才读到小学毕业。村里年龄相仿的女娃子们都在打猪草拾柴火，只有男孩子上学才有用。爹，你给我取个吧。爹沉默了许久，就叫你宁小敏行吗？那时候我和爹都不识字。同年秋天我上了1年级，因为没有上过学前班，我学起来格外吃力。在学校碰见了二姐，她刚开始怕我赖上她，见了我都不敢打招呼。后来看我懒得理她，就故意凑到我跟前气我。爸妈不要你，就是你太笨了，连10以内的加减法都不会，跟着疯子，你也成了傻子。他朝我吐口水、扔虫子，这些我才不怕，就冷着眼瞪他。你爸妈好，你全家好，看看你的好爸妈会不会等着你毕业就卖了你换彩礼钱，你就是你弟弟的一条小狗。他愣住了，我太了解二姐，知道刀子往哪扎最痛。从小二姐就比我精明，大姐比我稳重，只有我呆呆的被他们嫌弃。每天放学后，我都拿着石子木棍在地上写画画，将老师讲的内容从脑子里过一遍。我没有人说话，便拉着娘在一旁看着。娘，你看这是加减乘除。娘在一旁傻笑，指着小字说这是小敏。对，娘什么都不认识，她却认识我的名字。上学前，我每天都要对娘嘱咐一遍，我走了，你不能乱跑，把家里扫干净。喂鸡的菜我已经切好了，你吃过早饭就倒在圈里。已经淘洗好了，爹快回来的时候你煮好，等我晚上放学回来再炒菜。娘安静的听着，不时的点头摇头，我不知道她听懂没有，但是娘真的再也没有乱跑出去过。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娘怀孕了。爹高兴的破天荒地杀了一只鸡，往我和娘碗里各添了一个鸡腿。我却隐约觉得不安，因为我早就听街坊邻居说过了，他们笑嘻嘻的打趣我：小敏，等你娘生了弟弟就不要你了。那可不一定，听说这疯病会遗传呢，万一生了小傻子，还指望着小敏给他养老呢。傻小子也比小敏强啊，看你爹每天累得跟什么似的，养不起你们这几个拖油瓶。更有光棍们凑上来，小敏跟着我吧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吓得我一溜烟往家里跑。其实我更担心娘肚子里的孩子和她一样傻，心里的委屈撑得难受，看着碗里的鸡腿没有一丝食欲，娘吃得满嘴是油，怎么不吃？爹询问着，我当然不敢说，又害怕又赌气，跑进屋里拿出来一沓子毛票。爹娘，你们生个小弟弟，能不能不把我送走？我可以不上学，我也可以挣钱的。我听同学说后山的酸枣很值钱，城里都拿酸枣来入药。中午的时候我就背着篓子去采酸枣，酸枣树上有刺，摘的时候搞不好就把手上刺了口子，一大半天也就摘了半筐左右。我背到镇上的药铺里卖掉，2毛钱一斤，攒了几块钱。爹愣了一下，仿佛明白了什么，他语重心长：小敏，别听那些人胡说，有了弟弟或妹妹，爹娘也不会不要你。长幼有序，你是姐姐是先来咱们家的，就像排队买票一样，总要讲究个先来后到。直至后来，爹的这句话也总被我拿来教育我的一双儿女，长幼有序，而不是男尊女卑。再不能说不上学了，只有读进去的书才是自己的东西。娘也看见了我手上的口子，她拿起我的手给我吹了吹，我们一家人笑得开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娘的病不是先天性的。从前跟着爹给别人盖房子的时候，从3米高的架子掉下来，摔到了头，主家赔了2000块钱。舅舅赶来后，对爹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整整数落了1个小时，却没提一句给娘治病的事。爹翻来覆去的只有一句话：是我不好，我会给他治的。舅舅拿着2000的赔偿款，硬是把脑袋还流着血的娘领了回去。爹也不舍，只想着既然是娘的亲哥哥，总不能不管的。可是他们的良心真的是被狗吃了。舅舅花天酒地，整日吃喝玩乐，舅妈看着娘不顺眼，非打即骂，最后花光了赔偿款，娘的病也没看好。2年后又将疯疯癫癫的娘送了回来，至今爹还在后悔，如果当时态度坚定一点，娘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从那以后，爹说什么都不让我去摘酸枣了。我开始逼着自己把书翻了一遍又一遍，老师讲的东西不会，下课就去问。从加减法算不明白，到在升级考试时已经排到了班里的前几名。生母家的弟弟已经1岁了，不知他们从哪里听来的，城里实行抓阄，就弄了一场像太子登基一样隆重的周岁宴。
生母摆满了笔墨纸砚、算盘印章等，一家人斗着拧着往他手里塞。他被养得胖胖的，脑袋大身子短，什么都不拿，偏偏盯紧了二姐手里的一碗红烧肉。二姐什么东西都惯着他，便讨好着端上前，被他一把抓翻，在腿上烫了几个大泡。二姐被亲生父母狠狠地揍了一顿，偏心的父母永远护着他的宝贝儿子。在学校碰见二姐时，脸上淤青还没散尽，见了我都绕着走。他性子本就不大，藏不住什么事，十里八乡的都知道我是被亲生父母丢掉的孩子。有人问起生母，当初你为什么非要丢掉小敏？你看她现在这么懂事，在老宁家可管大用了，连那疯娘都教得认几个字了。生母啐一口唾沫，哪里是我要丢的？那孩子心大，自己跑出去不回来了。哎，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看着人家好就跟着人家呗。你看，自私的人永远不会感到羞愧，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恶行推到别人身上。田间地头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，转眼间我小学快毕业了，娘添了个弟弟，他带的并不好，弟弟总是磕了碰了，或者饿得哇哇大哭，穿的也都是我小了的衣服，裁了又裁，花花绿绿的裤子穿在身上格外滑稽。我上学时就把家里上了锁，防止他们娘俩往外跑，每天放学时总能看见他小小的身影扒着门缝往外张望。我抱着弟弟教他数数背诗，娘在屋里忙活着做饭，娘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，家里的日常活计都能做得过来，但是爹还是不让他出门，他应付不来家长里短的。上了初中后，时间也越来越紧张。班主任王老师是个年轻小伙子，乡村支教5年期间，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宁小敏，你只有念书才能走出去。”我知道乡村教育缺失，可我也不想困在这牢笼里面。走出去，世界就在眼前，在村里，眼前就是世界。我知道，如果考不上高中，即使爹再偏爱我，我的命运多半和二姐一样。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。二姐到底初中没有读完，听说是去南方了。那边的工资高，流水线上的活一干就是10来个小时。生母给他说了一桩亲事，对方出10万的彩礼就是瞎了一只眼睛。他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连夜从窗户里跳出去逃跑了。可是二姐才15岁啊！我开始拼命的学习，不会的题整理出来去找王老师。下课的时候，书桌里被塞满了虫子，书本被划得不像样子，周围人满是嘲讽。就你还想考高中，做的哪门子春秋大梦？我爸妈都说了，考不上也没事，出去打工1个月能挣1000呢。哈哈哈，你爹也挣不上1000吧？可笑吧？老鼠从不觉得自己的东西是偷来的。苍蝇从不觉得自己脏，在乌鸦的世界里，天鹅本身就有错的。弟弟小军已经读小学了，比生母家的儿子小1年级。他放学早，每天在校门口等我结伴回家，经常远远的就看见他趴在石台上写着作业，偶尔算不出来，还要掰着手指头算一算。我叫他，他飞快地向我跑来，像一只欢呼雀跃的小猴子。接连几日，小军总找借口不等我回家，我隐约觉得不对劲。最后一节自习课，我悄悄溜出校门，看见小军被一群男孩子围在中间，他们撕扯小军的衣服，让他学狗叫，还脱了裤子冲着他撒尿。最后命令小军站在墙上做人肉靶子，他们拿着小卖铺买来的2毛钱一个的飞镖往他身上扔，墙上哪里能插进去飞镖？飞镖一下下刺到他的肉上。生母家的小宝在一旁拍手鼓掌。小军生下来就比别的孩子瘦弱，娘又照顾得不周到，看上去比同龄人矮一大截，又黑又瘦的他，此刻无助又绝望。他们拿着飞镖对准了他的眼睛，我的心紧张到了嗓子眼。我找了一根手腕粗的棍子，气势汹汹地冲过去，棍子打在他们身上，几个孩子发出惊天动地的鬼嚎。我要告诉我妈，你就是个疯子。我揪住生母家的小宝，薅起脖领子，左右开弓，一下一下地扇在他的脸上。敢叫我姐，撕烂你的嘴！还有你们，以后要是敢动小军一下，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张婶家的儿子想要逃，我的脚一伸，他被绊了个狗吃屎。我顺势坐在他身上，按住他的手。小军拿飞镖扎下去，小军卯足了力气，冲着他手背扎了下去。生母赶到的时候乱作一团，他看见自己儿子被打了，怒气冲冲的上来挠我。宁小敏，不要以为你信命了，就忘了自己从谁的肚子里爬出来的。打断骨头，你也是我的女儿，没见过你胳膊肘往外拐的，自己弟弟都吓得老手。我不知哪来的力气跟他厮打到一起，顺手捡起个砖头要往他脑袋上拍。我再说一遍，他不是我弟弟，你要是再叫我，连你一起弄死。对，我就跟我娘一样，是个神经病，发起疯来，打死你都不犯法的。或许是最后一句话唬住了他，生母松开手，灰溜溜的带着儿子跑了。剩下的孩子一哄而散，冷风一吹，我才发觉后背的汗湿透了。小军这时候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我牵着他手回家。小军，记住了，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还回去。姐姐，你的脖子流血了。我的脖子被生母挠了一把，鲜血直流，顾不上处理伤口，继续问小军，记住了吗？你只有自己强大了，别人才不会欺负你，才能保自己爱的人。
小军重重地点头。这件事我和小军默契的都没有告诉爹娘，爹已经很辛苦了，我不能再让他操心。爹早就不去给人家耕地了，这几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，种地的不像以前那样多了。爹找了一个厂子装石头，从开采厂将大块的石头装到拖拉机上，拉到粉碎机里，每天不知要装上几千斤。爹最高兴的事就是领钱的日子，寄工本给我。小敏给爹算算账，爹的字写得歪歪扭扭，薄薄的纸被汗浸透了。我看着密密麻麻的字，心里一阵绞痛。我上次闹过以后，工头现在不少给钱了，你凭什么少给爹的钱？我都算过了，明明是523块钱，你把3块给我们，不然我就天天在你门口喊，看谁还敢来给你做工。爹不说话，我就看见了他眼睛的湿润。回去的路上，爹用这3块钱买了3个棒棒糖，几根火腿肠。小敏知道替爹出头了。转眼到了初三，王老师找了几套模拟题，我从县里弄来的中考模拟题，大家可以领下去做一下，我们不耽误上课时间。可惜找他领的人少之又少。小敏，你做完后拿给我看，错的我再给你讲一遍。我几乎放学的时间都赖在了班主任的办公室里，生母肆无忌惮的四处说我的坏话。小敏什么出息？我还不知道。草鸡还想变凤凰，做春秋大梦去吧。听说每天都跟那个班主任腻在一起，8成是谈恋爱了。就是个贱骨头倒贴的命，小心哪天肚子都被搞大了。这些话传到王老师的耳朵里，我感到很抱歉。小敏，这就是我不会留在村里任教的原因。没关系，清者自清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专心备考。感觉时间像是海绵里的水，挤出来一点又一点。中考对于其他同学来说根本没那么重要，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第一个分叉口，特别重要。考试那天，窗外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，我奋笔疾书，笔尖划过试卷沙沙的声音，觉得特别悦耳。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，我把自己关在了房里，任何事都做不下去了。村里的婶子大娘都在议论，8成小敏也是考砸了，你看连门都没出过。生母也满是不屑，切，她能考上猪都能上树了。王老师的电话打到了村里小卖部里，小卖部的老板匆匆跑来叫我，小敏，你考上1中了。老师，真的考上了吗？班主任的声音夹杂着电话电流啦啦的电流声。小敏，你考上了，咱们学校一共考上3个，你是第1名，排到全县第78名。我没想到竟然能排上全县的名次，要知道县里的中学教学质量不知道比我们这里好上多少倍。小敏，周一到学校领通知书。小敏在吗？知道了，老师。应完老师的话，我飞快地跑到爹的石子场，一路上拖鞋被甩飞了好几次，感觉脸上湿漉漉的，双手一抹，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。爹正在往拖拉机上装石头，我冲着他大喊，爹，我考上县1中了。爹放下铁锹，像是早就预料到一样，擦了把汗，我家小敏就是厉害。爹高兴地向周围的工人们散烟，今天早点回去，我闺女考上了。我坐上父亲的自行车，工人们的话飘进了耳朵，老您家小敏以后有了出息，可就不要她了。要我说，女娃读什么书吗？早点嫁人算了。老张，我看你是给自己家儿子盘算的吧。众人一阵哄笑，爹的身子一愣，没回头，用力向前蹬着自行车。我不明白，明明他们手里还拿着爹刚散下去的烟，嘴里却说着最伤人的话，心里酸酸涩涩的。我像是自言自语，爹，我不会不管你们的。爹，我还要带你和娘去大城市看看呢。爹用力点头。被夕阳染过的山路很难走，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后来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，寒来暑往，斗转星移。这摇摇欲坠的日落黄昏，却是我一生中最明媚的曙光。县1中要去县里读，我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更别提学费路费了，杂七杂八算下来要1600多。父亲嘴上不说愁，整整的一袋旱烟却烧白了他的发丝。姨家听说了消息，早就关起大门回娘家躲着了，生怕我们去借钱。舅舅家老死不相往来的，更没办法开口。附近街坊邻居也只能借个10块8块。家里的灯泡烧坏了好久还没换上，小军长得快，衣服也该添了，再不能捡我剩下的了。都说穷的砸锅卖铁了，可是我家徒4壁，这句话听起来都很可笑。娘坐在门槛上，指着猪圈里养了半年的猪，跟爹说，把猪卖了，让小敏上学。最后爹在厂子预支了半年的工资，加上那头半大的猪卖了，才勉强凑够学费。爹将这叠钱交到我手上，小敏放心读书，其他的不用愁。我何尝不觉得沉重，带着全部家当收拾了行囊，心里只能不断下定决心，要努力，要更努力，才能配得上爹娘的付出。报到那天，爹送我到镇上，我一个人坐上通往县城的大巴。小敏呀，去了县里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，多吃饭，不要担心家里。爹有空就去看你。爹从未说过这么多的话。他又掏出了2根火腿肠塞进我手里，拿在路上吃。汽车启动了，尘土飞扬，将爹的身影卷没。我望着这片贫瘠的土地，爹越来越模糊的身影，眼泪重重地砸落在地上。高中的学习比我想象的还要费力，贫穷、自卑和压力让我喘不过气。有的人不用听课也能拿年级前几名，有的人早就学完高2的知识，还有的从高1开始就准备走特长单招。他们得天独厚，
而我的意识还停留在初中，只学书本上的知识。周末大家都回家了，我却等宿管阿姨查房时躲在厕所，查完房再偷偷溜到宿舍。夜里停水断电，我打着手电筒一页一页的刷题。窗外的野猫叫得瘆人，冬天冷得彻骨，把被子披在身上御寒。买好的2个大馒头就着水，就是我2天的饭。同宿舍的丹丹妈妈周末来送她时，撞见过几次我啃凉馒头，再来时就带了一大袋子牛奶面包。阿姨照顾我敏感的自尊心，家里吃不完，你帮丹丹吃一点，能填饱肚子，周末就不那么难熬了。期末考试时，我的成绩掉到了最低纪录，年级199名。要知道，我们整个年级才400人左右，每年考上本科的人数也就80左右，比升学考试整整掉了100多名。我开始怀疑自己，我就是沙堆里普通的沙粒，又怎么渴望成为金子呢？连大多数人都比不上，怎么才能出头？放弃吧，随波逐流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爹每次来看我，问到我的成绩，我心虚的不敢回答。还好，爹干活的石场倒闭了，非法采石属于违法的，家开始加强了这方面的管理。爹找了一个果园收水果，每天推到镇上卖，勉强可以糊口。爹带着我到店里要了1碗面，他拿出来几个凉透的包子，你娘给我带的包子，娘会蒸包子了。我又惊又喜，我也尝尝。爹不停地躲闪，我抢过来咬一口，满满的白菜，一点荤腥都没有。我拿过碗拨过半碗面条，爹，你也吃面条？我在学校经常吃，我就想尝尝家里的饭。爹的白发越来越多，脚上那双迷彩鞋还是我初中的时候买的。每天卖的水果钱要攒上半个月才能攒够我的生活费。如果再浑浑噩噩下去，我以后人生一眼就能望到头，哪怕寻个还不错的婆家，给上一份还可以的彩礼，相夫教子，随波逐流。这就是我读了10多年书来回报爹娘的吗？高中1年多的时间，从未像这一刻这样清醒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高2面临选科分班，学校已经开始重理轻文。我犹豫了很久，其实我丢分的大部分都是理科，如果舍弃理科，成绩会进一步提高。但是大家都说理科好就业，挣钱也更多。当时班主任是化学老师，他恨不得建议我们所有人都去选理科，选文的都是笨蛋，以后没什么出路的。我心里的天平左右摇摆。初中的班主任王老师突然打听到我，送来了一些书本文具。隔着铁栏杆，我远远地看见他。宁小敏，我调到县里实验中学了，已经入职1个月了，太好了，恭喜你啊，王老师。王老师看起来意气风发，跟在村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果然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我将内心的挣扎告诉他，宁小敏，首先你要选择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，不要考虑以后的就业，以后能挣多少钱。这时候你还在水里苦苦挣扎，先上岸才能保命。王老师的话犹如醍醐灌顶。是啊，我的目标是先考上大学，如果只考虑大环境而忽略自身条件，才是得不偿失。接着他又说，但是如果你选择文科，是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学文科不丢人，也绝不像别人说的那样轻松。学习没有轻松的事情，一旦绷着的弦断了，就泄气了。下了决定，反而更痛快了。我开始舍弃掉一部分理科科目，大多数的时间用在了背诵和刷题上。凌晨5点的开水，间接上1大杯热水，一边捂手一边背诵。6点半别人到教室时，我已经做完一套模拟题。被窝里手电筒的光一直亮到后半夜，口袋里永远都是单词本。高2期末考试终于冲到了年级82，整整进步了小100名。暑假回家时，爹询问我的成绩，我终于可以大声地回答了。生父知道后气定神闲，不愧是我们老狗家的女儿，就是精哈，他不服不行。小米要是能考上大学，那我们小宝可要上清华北大了。旁人打趣他，小敏才不认你呢，你又没管过，一天不认我能行吗？哪有孩子不认老子的？我呸！我认你奶奶的腿！放暑假前，我从毕业的高3学姐那里要来一大批学习资料，爹用3轮车整整装了一车，我在后面推着运回家。爹，沉不沉？不沉，比一车苹果轻多了。爹答得轻松，他早就习惯了这种重量，每天一车苹果比这重上几倍。原来生活的苦比学习苦多了。暑假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们都在做农活，下地割草收麦。爹从未使唤过我，他现在干活都是带着娘和弟弟。娘越来越厉害，都能下地干活了。路上的人笑他们。老宁的女儿可真享福，什么活都不用干，倒是使着自己的儿子累得跟驴似的。小军对他们，我姐有正经事要干。再说我比他力气大，我无地自容，只能没日没夜的学。家里没有电扇，3伏的天热的连一丝风都没有，不一会身上汗津津的。从井里打上1桶水，从头顶浇下来继续学。转眼到了高3下学期，我的名次一直在年级50名左右，无论怎么努力，再也很难超越。此时距高考只有120天的时间了，大战在即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了。有的开始请私教1对1补课，有的已经保送，有的在找教育机构研究走单招。每天都有练特长请假的同学，我望着空了1天的座位，心里说不上来的感觉。丹丹也选了文科，和我在一个班，她已经决定了走舞蹈特长生。
每周除了上舞蹈课之外，他妈妈还给他请了一个辅导老师，说是100块1个小时。丹丹向我抱怨，你知道那个老师多烦吗？讲得慢吞吞的，这玩意狗听了都得睡着。也就我妈那个冤大头相信他，还说什么带了15年毕业班了。转头看见我羡慕的目光，小敏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没关系的，你要加油，真的没关系。我羡慕却从未嫉妒过他，我希望他永远做妈妈的小公主。丹丹再来时扔给我一支录音笔，老师讲的内容我都录下来了，你可以反复听。在大家都生怕你能多学一点的时候，丹丹这么慷慨的人不多，我兴奋的不知所措，感谢的话怎么都感觉分量太轻。行了行了，别煽情，我受不了那个，这玩意儿可贵着呢。以后请我吃饭，录音笔的内容我翻来覆去的听。其实老师讲的真的很好，许多晦涩难懂的知识点他都一点就通，我把不会的东西整理出来。单单周末拿给私教老师讲解，我就靠着这个录音，较难理解的东西反复听，一点点吃透、琢磨、消化吸收。我就像田间的麦苗，每次雨水过后窜着劲的往上长。高考如期而至，考完后大家都撒了欢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再见了我的高中生活。走廊的优秀榜上还挂着我的名字，校门口的攀登石依旧高高矗立，不知送走了多少学生。教室门口不知什么时候燕子安了家，这些我从来没有注意过，总是步履匆匆地向前奔跑。出成绩那天正好赶上我们村里的庙会，家家户户在院里支起了桌子，供上神像。爹带我去村长家查成绩，系统繁忙，网页转啊转的打不开，外面喝酒打牌的男人也安静下来，我的心就到了嗓子眼。语文128，数学122，英语126，文综230，总分599。那年文科的一本线是536分。爹颤抖的双手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村长罕见的请爹留下吃饭，爹不善交际，应付不来这种场合。走出门的时候，腰杆却挺直了许多。我报了本省一所985，综合王老师和丹丹妈妈的建议，我选了法学专业。在这满是豺狼虎豹的穷乡僻壤里，人们不懂法律，拒绝法律，却也敬畏法律。生母知道消息后，和生父拎了只鸡来家里。我就知道小敏一定能考上的，赶明出息了，别忘了帮衬着你弟弟点。小敏，快过生日了，杀只鸡给你补补身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大言不惭地说出这些话。你怕是记错了，我的生日不是5月初8，你是我生的，我还能记错？错了，我的生日是10月初10。生母还带着一丝讪笑，她当然记得10月初10那天，我差点冻死在山上。娘不知怎么了，拿起石头就往生母身上扔，躲闪不及，脑门被砸了一下。生父开始骂骂咧咧，你这个疯婆子，看我不弄死你！娘像是受了刺激一样，双目猩红，像护崽的老母鸡，拿着铁锹胡乱飞舞。小军这时候回来了，挡在娘面前，带着你的东西滚，再上我家里来一次，我打断你的腿。他揪住生父，一拳一拳结结实实的打在他肚子上。当年我护着的小瘦猴子，如今也长成了大人模样。生父生母落荒而逃，走的时候还不忘口出狂言，宁小敏，你这个忘本的东西会遭到报应的。我给娘把头发梳好，像哄孩子一样安慰着娘，放心，我哪都不去，小敏就是娘的女儿，等着，以后我还要带娘去看病，去坐火车，去看高楼大厦。娘渐渐安静下来，这才笑了起来。饭桌上，小军提出来要辍学，他初中已经快毕业了，成绩并不是很好。爹娘的意思是，既然不是读书的料，就别浪费那钱了。眼下我大学的学费也捉襟见肘，他也想做点什么，我坚定地拒绝了。现在国家有助学贷款，我回头问问王老师申请的证再说。上大学也可以兼职，不用担心我的生活费。小军才初2，先把初中读完，不行去学点技术。通知书送来的那天，我正在帮爹打麦子，系着头巾，麦糠漫天飞舞，邮递员大喊了3遍：“谁是宁小敏？”我接过通知书，看见他一脸的不可思议，伸出大拇指夸赞。他掏出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，姑娘好样的！这张照片后来上了我们当地的报纸，原来这个叔叔是邮局的局长。随后大学的校长联系到我，表示学校可以帮助申请助学贷款，学校并且会给一部分生活补助，保证能够顺利毕业。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消息。离开家时，娘用攒了半亩地的棉花做了一个厚厚的新棉被，长长短短的针脚像蜈蚣一样，这是我最值钱的家当。又踏上了求学的路，离别故乡越来越远，一家人送了又送。